洛克斯与黑屋子的内在联系，百兽凯多能否再来一次复活？大家好，我是朱尔本。海贼王1049话又是里程碑式的一话，随着凯多老师被路飞一拳从天际击落，留给我们震撼之余，还有对和之国篇接下来剧情走向的谜团。今天我们就从几位四皇的回忆杀聊起，对神之谷事件、洛克斯海贼团以及和之国开国深入探讨一番。如何用一个词来形容天龙人的罪恶？也许天上金就够了。海贼王的回忆杀是一把双刃剑，当主角团出现回忆杀时，说明马上就要有新的必杀爆发了；而当反派出现回忆杀时，说明马上就要领盒饭了。这个规律在鬼之岛决战上演了2次。剑被击败时回忆起了凯多，当妈被击落时想起了罗杰。到了17049话，轮到最终 BOSS 凯多了。凯老师这段回忆杀的质量相当高，尾田通过多个记忆片段回顾了凯老师愈战愈勇的一生，也间接让我们看到了洛克斯时代的故事。当年10岁的凯多已经是伏特加王国最强的战士。与之相对的，当妈5岁就毁灭了艾尔巴夫战士村，一个为了吃甜食而成为了巨人族的大恶人，另一个则是为了找海军蹭饭，多次故意被抓。四皇从小就是怪物，也都是吃货。通过对比几位四皇的成长经历，我们发现了许多相似的地方。天龙人、天上金、人贩子这几个关键词贯穿始终。漫画909话，马克在与猫蝮蛇交谈时，谈起了老爹白胡子的童年，故乡贫穷，交不起天上金，无法成为世界政府的加盟国，也就无法得到海军的保护，成为了海盗和人贩子肆虐横行的无法之地。国破家亡后，爱德华纽盖特被迫成为了一名孤儿，并早早出海，成为了一名海贼。天上金是天龙人向所有加盟国征收的一笔公金，只有缴纳了天上金的国家才会被世界政府认可，也才能在这个世界的权力舞台获得一席之地。王国贵族也有机会在未来成为天龙人，所以天上金可以算是天龙人无数罪恶中的一环，也因此酿成了无数惨案。举2个例子，漫画904话，革命军4大军队长一起解救了露露西亚王国，正是一个因为天上金深陷贫困泥沼的国度。顺带一提，这个反抗海贼的妹子名叫莫达，曾经救起了溺水的艾斯。漫画727话，利库安与多弗朗明哥对峙时，就指出了对方抢夺了各国供奉的天上金，以此威胁世界政府当上了七武海，并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悲剧。虽然漫画中出现天上金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都是灾难的源头。天龙人控制下的世界政府，凭借收刮而来的大笔金钱，购买各种军火和有潜力的奴隶，将其培养成为巩固天龙人统治的鹰爪，继续为天龙人夺取更多的财富，进而导致更多的国家破灭，更多的奴隶出现。这个邪恶的循环成为无数悲剧的开端。身为世界贵族的天龙人，将自己帝王般的生活建立在血腥的掠夺上，他们可以肆意挥霍天上金。但是在香波地群岛的人口拍卖场，我们就看到了一掷千金的查尔罗斯胜。漫画867话，当妈小时候的养母加尔莫罗修女第一次亮明身份，其真正从事的正是贩卖孤儿的勾当。从时间线来看，此时白胡子正好11岁，他的童年也经历了人贩子和海贼肆虐的岁月，说明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拐卖的情况十分常见。而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无数交不起天上金的国家失去了所谓的人权。人权、天上金这2个关键词也一起出现在了1049话凯多的回忆杀中。从伏特加王国的建筑来看，图案是已经残破不堪，饱受战火摧残。凯多脸上的伤也一直没有消失过。这个国家拼尽全力，却没有得到想要的人权，最后只能选择把凯多出卖给海军。这段经历就与当时修女想要把玲玲卖给 CP0 如出一辙，只不过最后都没能如愿。天龙人因此错失了2个四皇级别的战力。尾田一直在刻画天龙人的罪恶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其实也是在给即将到来的最终章做准备。要让这片大海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就必须将所谓的世界贵族拉下马。革命军也多次表示，他们反对的并不是世界政府，而是其背后的天龙人。换句话说，海贼王大结局时，德雷斯罗萨、愚人岛、阿拉巴斯坦、耻骨王国等等珍爱和平的国家，很有可能组建起一个新的世界政府，共同捍卫这片大海的安宁。而海军本部也将不再效力于天龙人和五老星，能够将真正的正义贯彻到底。海贼并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冒险还将继续。但没有了天上金、奴隶、人口贩卖、军火贸易后的世界，一定会有更多的欢笑和自由。一艘船上走出了3个四皇，他们的船长到底有多强？纵观白胡子、比格曼、凯多这3名四皇的童年时期，都处于大海贼时代前的一个混乱时代。这个时候距离罗杰登顶还有段时间，而洛克斯海贼团势力却是最鼎盛的时期。新旧时代的转折点就是神之谷事件。1049话，神之谷事件暂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似乎再次强调了这个事件将会与接下来的剧情有所关联。洛克斯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失。目前为止，漫画中对这个事件的经过有所交代的，也只有957话中战国的部分回忆。虽然不清楚洛克斯的细节，但他们行动却很明朗。这一伙人为了某个赚大钱的机会聚集在一起，船长的野心是成为世界之王，公然与天龙人和世界政府对抗。要知道，在大海贼时代前，海贼们行动的目标并不是One Piece，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货真价实的财宝。从后来罗杰海贼团和白胡子海贼团交手的一些细节来看，就能证明这点。那么，如果洛克斯招兵买马，就是为了夺取最大的财富，而大妈将进军神之谷的行动认为是一起大事件，是不是意味着某个赚大钱的机会就在神之谷上呢？当年在神之谷，卡普保护了天龙人及其奴隶，而他保护的对象，也就是洛克斯海贼团的目标，
战国的画中，奴隶们的日眼特地用上了着重号，暗示当时在神之谷的奴隶并不一般。洛克斯劫持天龙人作为人质，足以向世界政府索取大批赎金。但是奴隶对洛克斯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只能是另一个动机了。这些奴隶一定是可以帮助他成为世界之王的人。想要成为世界之王，只靠金钱无法做到，需要有强大到足以征服世界的力量。洛克斯正是无限接近这一目标，才导致神之谷事件后，世界政府将所有有关的情报全部销毁，连岛屿的存在都被抹除，以确保类似洛克斯的威胁不会再次出现。而在海贼王的世界里，除了古代兵器外，也就只有恶魔果实的力量能够达成这个目的。结合凯多在神之谷得到了鱼与果实幻兽种青铜形态的能力来看，当时在神之谷很可能存在着更多强大力量的恶魔果实。当时大妈已经拥有了混混果实，白胡子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但从多年后他与罗杰再次交手时的表现来看，罗杰并没有对他的力量感到惊讶。据此可以推断，神之谷时期白胡子已经有了真正果实，仅仅是2个干部已经拥有了2股极为强大的恶魔果实力量。那么洛克斯本人又是如何凭借实力成为这伙人的船长呢？只有2种可能：一是洛克斯拥有极为强大的霸气；2是洛克斯的果实能力比任何人更强大。这2种力量并不冲突，洛克斯很可能同时具备，并且他的恶魔果实能够压制住其他能力者，才可以在这艘怪物云集的船上坐稳船长。五花八门的恶魔果实中，既有上下级之分，也有强弱之分。但要说有哪颗果实一定凌驾于其他果实之上，那必然就是能将其他一切能力化为虚无的暗暗果实。洛克斯有可能就是上一任暗暗果实能力者。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认为，暗暗果实曾经在800年前被另一位野心家获得，并成为乔伊波伊的对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那期视频。暗暗果实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秘密，但人只能吃下1颗果实的设定下，黑胡子海贼团为什么要热衷于猎杀能力者，夺取能力？在漫画650话生平直言，黑胡子的目标是获取更加强大的恶魔果实之力。显然，恶魔果实还有其他未知的潜力，也许暗暗果实能够将其他恶魔果实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亦或是能将恶魔果实变成一种武器，随意装备或是更换，使干部能够切换各种战斗形态，所向披靡。帝奇也许正是了解暗暗果实的潜力，才不惜赌上数十年的时间潜伏在白胡子的船上。现在，帝奇成为4皇后，一直盘踞在哈奇诺斯，也正是曾经洛克斯海贼团所在的地方。这座岛屿被称为海贼岛屿，历来是各种海贼的圣地，堪称魔古镇的升级版。帝奇招揽了强力的部下，并且正在积蓄着力量。冥冥之中，他已经走上了和当年洛克斯相同的道路。黑胡子海贼团主舰名为吉贝克支舰号，吉贝克正是洛克斯的名字，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致敬。1049话中出现了洛克斯海贼团船只的尾部特写，库斯加勒比海盗中的黑珍珠号，而黑珍珠号的原型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安妮女王复仇号，它的主人就是18世纪著名海盗黑胡子爱德华·蒂奇，也就是海贼王中黑胡子的原型。种种迹象都在暗示着黑胡子与洛克斯之间有着某种关联。那么回到我们上面的猜想，如果黑胡子和洛克斯一样，都想要获得更加强大的恶魔果实之力，征服这个世界，也就意味着38年前的神之谷一定存在着能够让洛克斯实现野心的条件。恶魔果实之力是可以以果实的形式保存，也可以是由能力者持有。洛克斯和黑胡子一旦掌握了夺取果实能力的方法，就可以轻易回收能力者身上的力量。神之谷既然拥有着神之名，也就意味着这里生活的人就有可能持有着强大的恶魔果实能力，并因为某种原因被世界政府的力量压制征服，成为了天龙人的奴隶。这座岛屿的秘密被洛克斯发现后，率领强大的海贼团准备去夺取恶魔果实。罗杰海贼团同样被巨大宝藏吸引而来。洛克斯的野心威胁到了整片大海，与罗杰想要的自由相违背，最终决定与卡布联手阻止洛克斯海贼团。大战的结果是洛克斯战死，暗暗果实开始轮回。天龙人为了彻底消除威胁，抹除了神之谷的存在，强大的恶魔果实力量被分散到了大海中。而数十年后，黑胡子马谢尔蒂蒂奇要做的就是再次将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继续去完成洛克斯没有完成的伟业，成为世界之王。而这也是那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其中的一个导火索。代表征服的黑胡子与代表自由的路飞，就像当年洛克斯与罗杰一样，宿命再次对决。凯多真的输了吗？1049话最大的爆点即是路飞全力爆发的元神枪，将凯多彻底击落。卡老师伴随着一个个闪回，被路飞轰入地底，左边的龙角也折断了，致敬了当年被艾斯打坏的飞龙手，他也是折断了一只脚。凯多被轰入大地，以螺旋状的身形冲向地底，其纹路就酷似尾田自己的签名，圈圈也是尾田最喜欢画的元素之一了。无论是从这一击烘托的过程、回忆杀的出现，还是凯多吐血折角的败相，野兽之王的败北看起来都是板上钉钉。不会有变数了吗？1049话这场轰轰烈烈的绝杀之后，就莫名让我们有一种异样感。首先就是花之都的百姓，自始至终没有发现鬼岛正在发生的决战，放飞的天灯似乎也没有和武士们的奋战产生联动。不同于其他篇章末尾的大场面，那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史诗感，和之国这场复国大战显得十分平淡。其次就是石夫人所预言的天落九重影，直到凯多和黑炭大蛇这2个 BOSS 都被击败，天空依然没有出现任何奇观或是黎明的迹象。然后就是目前战场中各位角色的结局，百兽海贼团如何收场，比格曼如何脱离深坑。随着凯多的突然败北，他们的命运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以及在和之国近海罚站了3个月的相助，
似乎直到现在都没有派上用场。最后还有尾田自己立下的 flag。去年年末，尾田在 Jump Festa 2022的新年寄语里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但愿我能画好一直很想画的和之国最后场景。和之国篇在今年结束已经确定，但在1049话中，我们并没有见到类似昆岛篇敲钟、丝袜岛篇跳船那样令人震撼的大场景。和之国篇最后的场景，指的究竟是凯多与路飞的最终对决，还是和之国开国的宏伟时刻？无论是哪一个，1049话所展现出来的似乎还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而对策狂魔还留下了另一个 flag， 漫画标题从1018话圣平 vs 福之福开始，干部对决的标题除了法兰奇那场对决外，都会以相似的格式出现。这种规律在最后几场关键对决中更加明显。山治、索隆、基德、罗等等都遵循了这个规则，而我们最期待的路飞 vs 凯多迟迟没有出现。无论是以上种种还没有交代完毕的剧情，还是整个画面剧情节奏的观感，都让人有一种这场大战还没有结束的错觉。恰好赶上休刊，凯多最终败北的样子无法确认，就给我们留下了无数遐想空间。摆在我们面前的故事走向依然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1049话真的击败了凯多，武士们从鬼岛下来，返回花之都和亲人们重逢，宣告凯多和大蛇败北，关羽家重新掌权，和之国篇结束。第二种就是1049话末尾，凯多并没有被完全击败，并将引发一场更加严重的危机。回顾漫画795话，百兽凯多的首次登场，就是从万米高空的废弃空岛巴隆终点站跳下，在基德的岛上砸出了一个深坑，然后从里面爬了出来，给几个罪恶烈士带好好上了一课。凯多用实力证明，高度、深坑这些其实并不足以真正取走他的性命，而且当时他还是普通的人形态。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1049话凯多再次掉进了深坑，不同的是，这次是被路飞轰了进去。我们看到了凯多在多个分镜里都出现了吐血的特写，这是整场鬼岛决战以来凯多受伤最重的一次。接下来很可能像1043话路飞倒下时那样，凯多也陷入短暂的濒死和昏迷状态，然后发动动物系觉醒的特性复活。参考推进城中的玉竹兽，他们在被打倒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会恢复战斗能力。凯多既然很清楚恶魔果实觉醒的条件，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觉醒了这股力量，所以凯多复活只是时间问题。关键在于复活后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是悻悻地带着几个干部逃离和之国，将胜利留给草帽一伙和武士联军，还是在和之国大地上发动更加强大、更加难以抵挡的灾难，彻底毁灭鬼之岛乃至花之都所有反抗者？以凯多的人设，极有可能选择后者。那么有什么灾难是现在凯多可以发动的呢？在上一话凯多使用火焰八卦时，曾经出现高温将鬼岛融化的镜头，就如同岩浆一般。而当时大妈被罗击落的深坑里，我们也看到了疑似岩浆的亮光。如果假设成立，和之国地下应该有着一个岩浆层。恰好在1049话末尾，花之都背后那个巨大火山又出现了。这座多次出现在关键镜头里的火山，是不是与和之国最后的开国有关呢？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曾经聊到和之国的地形，各项陆地围绕火山呈现中心分布，很可能是火山爆发后留下的沉积陆地。如果这座火山曾经爆发过，也就意味着在其他力量的作用下，它有可能再爆发一次，而这个力量就是凯多。巨龙的高温与熔岩火焰催生火山的苏醒，火山爆发的岩浆将会令整个和之国都陷入危机。佐龙毒奶过的天灾，也许真的要实现了。跟鬼岛坠落比起来，一场能够令包括花之都在内的所有和之国百姓都遭到灭顶之灾的真正危机，也许才是和之国开国前的最终考验。而这个时候，也许已经不是路飞的力量能够解决的了。桃之助在最后时刻撑住了鬼岛，但光月家如果想要重新成为这个国家的将军，还应该带来一场伟大的拯救。向主的协助与天王的苏醒，会是和之国开国最为关键的力量。那么你觉得和之国结局应该是怎么样呢？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49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尔本，下期见啦。